T-90创下最高飞行记录，钢铁洪流如何在乌克兰变成废铁？俄央行行长，俄罗斯资源已经耗尽，大崩溃要来了。信息刊物，俄罗斯发射的并非洲际导弹。在长达2周的激烈战斗中，俄罗斯军队以惨痛的代价夺回了部分库尔斯克被乌克兰占领的领土。然而在光鲜表面的战绩下，却是超过1万份的伤亡报告。自从2024年8月6号，乌军突破了俄罗斯西部边境，发动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并且以重镇苏贾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这次进攻初期，乌克兰军队迅速推进，令俄罗斯方面陷入防守困境。然而到了11月7号，俄罗斯发动了反攻，目标直指苏贾镇，并且沿着从泽连尼希拉赫至苏贾的主要公路展开进攻。尽管俄罗斯投入了大量兵力，包括从朝鲜调派的数千名士兵，以及多个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精锐力量，但经过超过2周的激烈战斗，俄罗斯军队几乎未取得显著进展。泽连尼希拉赫至苏贾的道路上散落着被摧毁或者遗弃的俄军装甲车辆，成为其进攻失败的铁证。俄罗斯的损失不容忽视，数以万计的士兵伤亡，以及大量的先进装备被摧毁，使得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战斗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局面。尽管如此，俄总统普京依然下令继续推进，并且已经增派更多兵力进行最后一搏。俄方在库尔斯克部署了大约5万人的兵力，并从朝鲜调动了大量兵员，另外还包括2支空降师、第83空降突击旅和重建后的第155海军陆战旅。与此同时，乌军并未坐以待毙，约2万名乌克兰士兵驻守在库尔斯克地区，主要由41师、47师、82空降师、95空降师以及17重型机械化师等部队组成。他们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猛烈反攻。乌克兰军队通过精确打击手段，已对俄罗斯的补给线和指挥中心进行了持续干扰。11月16号，乌克兰军队用英国制造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美国的战术导弹系统，对位于库尔斯克西部的俄罗斯武器库和指挥所进行了一系列打击。乌空军和火箭部队的深度打击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补给能力，也打乱了其指挥系统的运作。尽管乌克兰军队处于人数劣势，但他们的防线依然坚固，尤其是第17重型机械化旅。该师甚至将一些 T-64BV 坦克改装为了补给车，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为前线部队提供补给，并且有效执行反击任务。尽管俄罗斯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进攻持续不断，但乌克兰军队在战术上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尽管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普京政府已经明确下达了在2月前将乌克兰部队赶出库尔斯克的命令。可以预想的是，未来俄军会进一步增强攻势，而乌克兰的盟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遏制俄军的人海战术，国际社会又再次放宽了对乌武器限制。美国五角大楼在21号宣布，乌克兰将首次接收反步兵地雷，这是美国最新一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之一。这次援助方案的总额达到了2.75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大量的155毫米炮弹。虽然未在公开声明中明确提及地雷，但五角大楼随后确认，反步兵地雷将是这次援助的一部分。这表明乌克兰很可能将获得以炮火发射的区域拒止炮兵弹药，该弹药设计用于在敌军前沿、上方或后方散布地雷。美国此次援助的 ADAMS 地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旨在应对俄罗斯所谓的人海战术，即通过大规模的步兵冲锋突破防线。俄罗斯近年来尤其在乌东和库尔斯克地区频繁采用这种战术，尽管代价极为惨重，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因此乌克兰急需要能够有效遏制这种进攻的武器，而 ADAMS 正是应对这一战术的关键。ADAMS 地雷有2种型号 M692 和 M731， 两者都能够携带36颗独立地雷，工作原理相似。在炮弹飞行到达设定点后，地雷会自动释放。M692 弹内装的是 M67 型地雷，而 M731 则配备 M72 型地雷。这些地雷采用触发电路和拉绳装置，一旦受到压力或拉力触发，就会爆炸并产生致命碎片。
每颗地雷的爆炸威力可以清除15米内的敌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雷的外壳中含有少量贫铀成分，因此对地雷的使用也充满了争议。对此，美国政府表示，美国的 ADAMS 地雷具有自毁功能，能在设定时间内失效，从而减少对非军事目标的危害。美国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承诺，这些地雷仅会用于乌克兰境内，并且不会在人口密集区域部署。美国防长奥斯汀指出，俄罗斯部队正在逐渐改变其战术，不再优先使用机械化部队，而是将更多的步兵部队送上前线，为以后后续机械化进攻铺路。这种改变呢，使得乌克兰急需要可以减缓敌军推进速度的武器。ADAMS 地雷正是为此而设计。除了 ADAMS 地雷外，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的远程反装甲地雷系统。这些武器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美国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超过7万枚的 RAAM 地雷，同时还提供超过300万枚的常规155毫米炮弹。五角大楼发言人辛格指出，乌克兰已经开始在收复的地区进行排雷工作，而美国也承诺将继续提供相关支持。此次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反步兵地雷的决定，标志着美方在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迈出了新的步伐，也凸显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紧迫性。随着俄罗斯的伤亡人数持续攀升，乌克兰军队在面对俄罗斯人海战术时，迫切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有效的防御手段。近日，在乌东的马尔基米利亚尼夫卡村附近，一辆俄罗斯 T90M 坦克遭摧毁，其炮塔飞跃高度创下了新纪录。根据现场视频显示，这辆坦克在被击中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炮塔瞬间起飞，飞行高度远超之前纪录，达到了113米。该事件发生在库拉霍沃东部约 47.974035、37.393175的坐标位置，标志着俄军 T90M 坦克的另一次重大损失。虽然此前也有 T90 被摧毁的报道，但大多数情况下炮塔起飞的情况较为少见，而且飞起的高度较低。然而这次爆炸显著不同，炮塔飞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高。据估计，这次炮塔起飞的高度突破了当前的世界纪录。之前最高的炮塔起飞高度是2014年马里乌波尔附近一辆T72或者是 T80 坦克，其炮塔起飞高度为103米。坦克爆炸的巨大能量和储存弹药的瞬间引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俄罗斯坦克的炮塔飞起通常意味着车辆的弹药储存区发生了剧烈爆炸，从而导致这种致命的后果。T90M 是俄罗斯现役的主战坦克，作为 T72的改进型，它采用了较为复杂的防护系统，包括反应装甲和避弹盾设计。然而这种设计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T90M 的炮塔采用一种被称为炮塔弹药筒的储存设计，这种设计将大量的弹药放置在炮塔内，尤其是在近距离战斗时需要快速反应的火炮弹药。这样一来，当坦克遭受攻击，尤其是从侧面或者下部受到爆炸打击时，炮塔没有得到有效的隔离和防护，就容易引发连锁爆炸。一旦弹药发生爆炸，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使得炮塔被抛向空中，甚至飞出坦克车体。与俄罗斯坦克不同，美国的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弹药储存设计。M1 的炮塔内部并不将弹药直接存放在炮塔下方，而是设计有严密的隔离措施。美国坦克使用的是隔爆舱技术，即通过一层厚重的装甲和特制的防护舱，将弹药储存在专门的弹药舱里，从而避免了在炮塔内储存过多弹药。此外 M1 艾布拉姆斯还配备了先进的主动防护系统，可以通过检测来拦截和摧毁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炮弹，即有效地减少了炮塔被击中的概率。即便如此，艾布拉姆斯的设计依然非常注重保护成员，尤其是避免由于弹药爆炸而导致的致命事故。尽管俄罗斯的坦克在战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频繁发生的弹药爆炸和高风险操作，表明了俄军的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正面临严峻考验。随着战事的持续，坦克遭遇致命打击的风险也不断增加，坦克设计和战术使用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关于这次事件的具体细节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2024年11月19号，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俄罗斯经济已经近乎耗尽了所有可用资源。这一表态标志着俄罗斯首次面对这一局面，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纳比乌林娜指出，俄罗斯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仅为 2.4%， 并且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他表示，我们从未有过如此低的失业率，几乎找不到任何国家能够达到如此低的水平。据央行的调查， 73% 的企业表示面临人才短缺，而且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工厂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已超 80%，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他解释道，当经济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而需求仍在持续刺激时，就会出现滞胀现象。为了应对这一风险，俄罗斯央行已经决定提高关键利率。纳比乌林娜指出，其他经过滞胀的国家，其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当时应该采取更为紧缩的措施。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尽管面临挑战，俄罗斯经济仍在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随着信贷利率上升，西方市场的流失及军工产能接近上限，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步伐逐渐放缓。在2024年第三季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1%， 而第二季度增长了 4.1%， 第一季度增长了 5.4%。俄罗斯央行预测，202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将趋于滞胀，预计 GDP 增幅仅为 0.5% 到1%之间，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增长可能会完全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在2024年大幅放缓，从今年的 3.9% 降至 1.3%。IMF 的评估还指出，俄罗斯明年将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慢3倍，比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慢3倍以上。根据 IMF 的预测，2024年俄罗斯经济将比印度落后5倍。更为严峻的是， IMF 预计到2029年，俄罗斯的年增长率将会进一步放缓至 1.2%。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的经济规划预计，2025年 GDP 将增长 2.5%， 2026年增长 2.6%， 2027年增长 2.8%， 而2028年到203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3%。然而，俄罗斯的商业精英对政府的这些经济预期持怀疑态度。彭博社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称，许多俄罗斯富豪认为，当前经济中存在令人沮丧的变化，西方公司纷纷撤离，导致生产基地的退化，进口替代进展缓慢，而数十万公民被征召参加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一系列经济挑战加剧了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压力，而且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外资撤离，俄罗斯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是否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保持经济的韧性，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大兵一直非常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当然也难免出现一些错误。这里大兵对2024年11月22号对俄罗斯发射洲际导弹的新闻报道进行一些纠错和补充。在当天晚些时候，俄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发射的是一枚基于 RS-26 洲际导弹改进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普京在讲话中表示，这枚名为榛子树的导弹飞行速度是音速的10倍，而且具有极高的攻击能力，能够携带常规或者核弹头。俄罗斯发射该导弹的目的，以回应俄罗斯近期使用美国、英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目标。随后美国验证了该说法的真实性。五角大楼发言人指出，这是一种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基于俄罗斯 RS-26 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尽管普京声称该导弹的速度和机动性使其几乎无法被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但专家对于这一声明持怀疑态度，认为俄罗斯的导弹技术可能并未达到其宣称的效果。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虽然都属于弹道导弹的范畴，但它们的射程和使用目标是有所不同的。中程导弹的射程通常在3000到5500公里之间，主要用于区域性打击，适用于较近距离战斗；而洲际导弹的射程则超过了
5500公里，能够打击全球范围内的目标，因此更适合进行远程战略打击。在现代战争中，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的拦截难度都非常高。洲际导弹通常配备多个独立可载入弹头，使其防御更加复杂。而中程导弹虽然飞行速度较快，但其较短的飞行时间和较低的精度可能会影响其威胁水平。防御中程导弹一直是全球防空技术中的一大难题。目前，虽然一些国家具备对抗短程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但针对中程导弹的拦截能力仍然存在显著挑战。现代防空系统，比如美国的萨德系统和俄罗斯的铠甲系统，虽然能够有效拦截一些来袭导弹，但面对高速、机动性强的中程导弹时，防御效果常常受到限制。事实上，至今尚未有完全成功拦截中程弹道导弹的案例，尤其是在敌方使用核弹头或者多个弹头时，防御系统的挑战更加严峻。虽然乌克兰此前宣称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匕首的最高速度仅在中段存在。为了克服黑域问题，匕首在末端会减速到 3.5 马赫，而弹道导弹的末端速度一般是最高速度。因此，爱国者能否防御中程导弹，依旧是一个问号。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